就一个贝壳，它能飞跃1.5米，你信吗？真的能从那个围网上飞过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黄俊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呢？鹿笋炒带子。那先介绍一下食材啊，鲜鹿笋，这个我们的鲜鹿笋是绿的啊，现在正好是季节啊。然后鹿笋呢，还有一个是白鹿笋，白鹿笋季节已经过了，那我们这个鲜鹿笋也非常好。然后带子、蒜、干葱、姜，然后还有红椒、香葱。食材就是这样。专门说一下这个我们选的带子啊，这个是日月贝。摄影师，你吃过日月贝没有？日月贝，知道什么是日月贝吗？不知道。你去过珠海没有？没去过珠海。有没有珠海的朋友？珠海大剧院的那个形状就是这个日月贝的形状。日月贝最大的比我这手掌还要大啊！它的闭壳肌非常发达，就是借助涨潮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一个贝壳它能飞跃1.5米，你信吗？真的能跳1.5米，能从那个围网上飞过去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贝，第一是鲜甜，第二是它这个肉质肯定是非常的爽滑美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加工食材，先加工这个带子啊，就是日月贝的带子，一般去市场上买的那个，冰裹着的那种，这个我们也是冻的啊，但是它是单冻，一颗一颗冻的。自然解冻之后，来我们放在这个厨房纸巾上，把它这个水分给它吸一下啊。让它干一点点。好，再拿一张吧。我们一定要把它水分给吸干一点点。来，你看我们这个带子确实质量非常好啊。我用这个手一捏的，你看，感觉还有点粘。质量不好的，你拿它就是感觉，就是所谓的打了碱的吧。那我们这个肯定就是原支装的啊。把水分吸干之后，然后我们小心一点啊，来放在马兜里。带子它还有一个所谓说的我们枕啊，什么叫枕呢？你看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我们就不用撕了啊。一般的情况下，稍微更老一点的这个带子，我们要把这个给它撕掉。其实不撕也没有问题啊，不撕反正就是有一个结果，它可能会塞牙，但是我们这个肯定不会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不撕了。吸完水的带子要把它稍微的腌一下啊，其实可腌可不腌了。我觉得这么鲜的，那我们腌一下吧，就是按照正常的操作啊。像这种这么鲜的，没有科技与狠活的这里面它应该是有咸度的啊，所以我们稍微放一点点盐，然后来一点点糖，让它增加鲜甜。这个时候我们用手轻轻的抓啊，一定要轻轻的抓。我们再放一点点生粉。把水分给它完全的锁住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点香油胡椒粉，我们不直接放进去啊，香油来倒进手掌，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少啊，我们就不占一个器皿了。来一点点胡椒粉，我们在手掌里把它给揉开，然后撒到这个带子上面，还是轻轻的轻揉。这个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干嘛呢？来放一点点油啊，再让它锁封住它的鲜甜。那我们腌制10分钟左右，那我们放在一旁。我们现在加工其他的食材，趁着我们腌带子的这功夫，来我们加工这个鲜鹿笋啊，比较粗壮的鲜鹿笋是非常好的，你别看它粗壮，它是非常嫩的，但是再嫩，它这个上面就是有这个老筋，我们要给它去掉。我们在去这个筋的时候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，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用削皮刀，我说把这个鲜鹿笋外边这筋给它去一下，那你可能就拿着它这么去，对吗？对。是吧？我就这么去。如果要是拿着它切，很容易你一下两下稍微一用力它就断了，因为它是非常嫩的。一定要把这个鲜鹿笋放在这个砧板上抵着它，然后这么着来刮它，这样它不会折断。这是要整根炒吗？整根炒你整根吃嘛，还要再切一下啊。越是这个尾部它会越嫩，所以说后面基本上不用削，我们依次把鲜鹿笋都给削完，这样呢，任凭你怎么用力都不怕啊。你看这个断了，你看摄影师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就即便是我们这么小心，它都断了。所以说我们在家庭烹饪，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啊。我们见招拆招，但是能避免的，我们自然也是要给它直接避免掉，这样既节约了时间，又感觉烹饪会更加美好。好，我们这是最后一个，哟，你看又断了，哎呀。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！这就证明我们这个很嫩呀，这么嫩的鲜鹿笋，你看摄影师，我们削出这么多老筋来。如果要是不削直接切的话，你看这个会很塞牙的，就是影响品尝美味的更加愉悦的心情啊。现在我们把削完的鲜鹿笋再用水给它
冲洗一下啊。哎，这个也同样是要小心翼翼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老金给它拿走。我们这个鲜露笋，刚才摄影师问了啊，整个吃，我们绝对不能整个吃啊。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段，改成多大的段呢？就反正跟我这个大拇指长度差不多吧。这里边有一个小窍门啊，外边的筋削掉之后，这个鲜露笋的头的部分还是会有一点老，我们可以拿刀试探一下。来，你看，摄影师，你能感觉到吗？感觉到。你看这个刀，你看我是这么落下，它不断是吧？来，就证明前面是很老的。哎，你看到这个位置了，它一下它就下来了，很脆爽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是前面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要了啊，这个绝对不是浪费啊，前面很老的部分也是会影响口感的。下面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都给切完吧。这个所谓的尾部其实是最嫩的部分，这个一定要保留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现在好像是8根吧，8根鲜露笋，顶刀切成我们需要的长度。这儿我为什么没有下刀？因为要下刀了，尖儿就没有了。这个稍微长一点就长一点了啊。好，基本上现在我们鲜露笋的加工就完毕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小料头要出场了，小料头姜、干葱还有蒜。那么蒜自然是蒜蓉、蒜末，来拍。现在这个可能需要细腻一点啊。好，基本上这一点我们就够了。干葱我们用半个也就够了，也是切末，我们先切片儿。来，其实这个如果大家要是嫌麻烦的话啊，都给切成片儿也行啊，蒜片、干葱片，来放在一起。姜我们就不切末了，我们就给它切成菱形片吧。哎，一刀。2刀，这2刀是斜刀啊，然后我们接着下来。在家吃，我们为了节约食材，也不用特别的规整啊，就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。但是这个姜非常重要，尤其是炒海鲜的时候，这个姜真的是点睛之笔啊。葱我们就切成葱肚，来，同样比鲜露笋的长度略短一点点，来。既然是料头，我们都可以给它放在一起。最后我们这个红椒，这个红椒干嘛呢？也是起到一个点缀啊，因为我们鲜露笋是绿的，带子是白的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红吧。好，也是这个鲜露笋的长度，差不多的长度啊。摄影师，那个鲜露笋是长条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为了点缀，那我们把红椒也给切成长条。好，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跟料头放在一起。我们现在还没有炒啊，大家看我们这个料头，蒜蓉、干葱蓉、姜片、葱肚，还有红椒条，是不是已经很漂亮了？好看。这个就是粤菜精妙之处。OK， 食材加工完毕，然后现在我们鲜露笋要先焯一下水。这道菜我们算是小炒菜啊，一定要有镬气。我们来先把炒锅水烧热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我们小炒的速烹菜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调一个芡汁儿，要让它快速出菜。这个芡汁儿和清炒蔬菜的芡汁儿有异曲同工啊，差不多。根据我们的食材的比例啊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我们日月贝是非常好的，所以说我判定它的里面其实已经是有咸度的，所以我们盐比常规的稍微的少一点点，来一点点味精啊，再来一点点糖来提它的鲜度。接下来就是生粉。生粉也不要太多，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加入纯净水，把它搅匀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芡汁儿。我们这道菜所有的味道都来源于这一碗芡汁儿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尝一下啊，鲜，刚刚好。好，那我们放在一边，芡汁儿调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烹炒，准备了一个炒锅啊，炒锅做上水，我们要把鲜露笋焯一下水。原则上呢，这个鲜贝呢是要炒锅滑一下油，这是传统的做法。那我觉得今天我要拿煎锅把带子煎一下啊，煎到两面的金黄的那个感觉更有质感。好，那这边我们炒锅先烧热水，我们同步啊，把煎锅也烧热，倒入植物油，我们煎一下带子。好，这个油不用太多。
煎锅烧热，我们把带子放入啊。我们现在要充分体会烹饪带给我们的乐趣。好，轻轻的晃动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是中小火啊，炒锅里边的水已经开了啊，我们把洗干净的芦笋放里边，30秒。焯芦笋呢，我们其实也可以加一点点油啊，加一点点盐进来。这边我们开一下小火，看现在有一点微微的焦黄。好，小火啊，这时候我们30秒，我们把芦笋捞出来。OK。先放在一旁，这个带子放进去稍微小了一点点，它就是熟了。这个带子非常好熟，所以我们也不要煎的时间太长。这个时候我们开一下大火，好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关火，我们现在把煎好的带子盛出来，就是直接放在马兜里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带子非常的美妙，香甜，有质感。好，现在我们把炒锅刷干净了啊，回来开火，把炒锅烧热，倒入植物油啊，我们这是速烹啊，非常快啊，润一下锅。润完锅之后，我们先把小料头倒入，蒜、干葱、姜片、葱冻，来爆一下香。爆香之后，我们把鲜贝倒进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来烹一点点料酒。好，把芦笋倒入，这是什么感觉？想吃。想吃。好，马上出锅啊！来，我们的芡汁儿，是不是感觉很美的样子？对。好，来一点点明油，可以出锅了。关火，出锅。哇，非常的棒啊！我们的芡汁儿也是刚刚好，略带镬气。哇，成功！这个出品还可以吗？太漂亮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样看，哎呀，真的太有食欲了，香啊！好，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芦笋炒带子就成功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我忍不住尝一个啊，尝一个我们日月贝的这个带子。鲜嫩，还有点弹牙，有点海洋的味道。哎呀，非常美味，这个我觉得今天多加一碗饭吧。好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